能让索隆羞羞的那些事儿。索隆的脸皮其实还挺薄的，因为索隆的猛男脸红次数可以说是草帽团之最。一、古伊娜的生理课。小时候的索隆挑战古伊娜从未赢过，但有一天古伊娜给索隆掏心窝子说，她觉得女生长大了就是会比男生弱，然后就把自己的手放在了自己正在发育的地方。小小的索隆哪见过这等场面？这一节特殊的生理课，也让一旁的索隆瞬间从脚后跟红到了天灵盖。二、那个大哥哥是个路痴，路痴是索隆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虽然索隆并不认为自己是路痴，但每当自己不认路被别人质疑的时候，索隆还是会尴尬到无法解释。在软糖果实剧场版里，草帽一伙在照顾一个小女孩，索隆让小女孩给他们带路，一旁的山治就接茬跟小女孩说，毕竟那个大哥哥是个路痴。索隆也只好红着脸怼了一句，烦死了。三、我可不擅长演戏。草帽一伙在阿拉巴斯坦遇到了一伙混混，虽然一开始几个混混在村子里装模作样骗吃骗喝吧，不过路飞最后激发了小哥保护村子的勇气，草帽一伙算是做个顺水人情，就假装自己被赶跑了。山治乌索普演得很得心应手，索隆就红着脸傲娇的半天憋出来一句，我可不擅长演戏。四、烟囱里的海葵。水之都索隆卡在烟囱里还不是最迷惑的，一开始索隆并没有直接卡烟囱里，而是因为迷惑的方向感不小心滑进去的。当然这也不是最丢人的，这件事最后还被乔巴一本正经给捅出去了，然后被卡在墙缝里的倒霉兄弟路飞嘲笑是大笨蛋，果然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五、这身行头很适合你。水之都的最后，索隆穿上童装，挂上袋鼠兜，成了三孩奶爸。为了不撞见伙伴，在城里东躲西藏。还好索隆遇到的是罗宾，因为遇到其他任何一个人，那就等于全船人都知道了。不过罗宾答应保密的同时，也调侃索隆和这身装扮很合适。六、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恐怖三维帆船在路飞、弗兰奇接连被消极幽灵消极后，索隆自信地吐槽他俩，这样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坚定。结果索隆就中招了，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好了，这下山治又有素材了，给山治嘲笑了一路，包括那只冒牌三头犬也在放肆窃喜，索隆也只能羞羞地怼一句，烦死了。七、我到底在干什么？索隆为什么要参加一帮沙雕的合体巨型大皇帝？这个真的很迷惑。非要说的话，这也是男生的浪漫，毕竟谁能拒绝快来吧就差你了这种合体的盛情邀约。不过罗宾拒绝了，回过神来的索隆也感到无比羞愧，直呼丢脸，跑步逃离案发现场。八、一般不会搞错的吧？被熊拍飞后的索隆冤家路窄遇到了佩罗娜，在被佩罗娜折磨了一番后，索隆受不了了，拔腿就走。结果索隆这是往哪儿走的？被佩罗娜叫住，在给索隆指明方向的前提下，索隆居然还能迷糊，这样让佩罗娜非常困惑，忍不住吐槽，就这点路也能迷，这无疑戳中了索隆的要害，让索隆面红耳赤。九、你不会是个超级大路痴吧？索隆除了不觉得自己是个路痴之外，他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是其他人走丢了。然而在左屋的时候，罗可没给索隆一点情面，直接就是说你才是丢的那个人，你不会是个超级大路痴吧？这也让赶来的路飞和兔子嘲笑了一番，兔子管索隆叫麋鹿见识，路飞则是捧腹大笑。10. 抱歉，在你办事的时候打扰你。继路飞认识女帝后，索隆也办了一件能气死山治的事情，那就是被和之国花魁睡了。索隆直接震惊，一路坐怀不乱，最后还是晚节不保，我脏了呀！不过最羞羞的好像不是索隆，也不是日和，而是目击证人布鲁克。布鲁克很懂事的道歉，不该在你办事的时候打扰你，然后又被索隆给叫了回去。后来好好捋了一遍，还好这件事没有传出去，不然索隆3张嘴他也解释不清楚。11. 奇怪的登场方式，索隆登上鬼岛屋顶的方式是被马尔克先扔上去的，然后罗用祖母接住，结果让索隆在大家面前来了个倒栽葱。这种滑稽的登场方式让索隆觉得在哥们儿们面前很没面子，索隆也只能尴尬的羞红了脸。印象中路飞好像只有别人夸他的时候才会偶尔脸红，极少。对比之下，索隆的脸皮就薄多了，能让他害羞的事儿有这么多，所以就感觉索隆这种外表硬汉的直男，内心也是挺 Q 弹的。草帽一伙之间超越时空的缘分，草帽团成员看似是在大海上相识之后才产生交集的，其实他们很多人在这之前就有冥冥之中的联系了。就像罗杰说的，别的都无所屌味，我们相遇就是命中注定。首先，路飞和索隆在希尔兹镇海军基地初次相遇，但很多年前，龙曾经回到过故乡东海，救了小萨博之后，在东海双月村停留了一下。没错，就是索隆在的双月村。当时索隆好像并没有在意这艘盘龙造型的船只，只顾在不远处刻苦修炼，而且一心到场还送给了龙他们一些补给。多年之后，这艘船的老大的儿子和这个小绿毛一起出海了，创造了一段传奇。比较搞的是，原本以为索隆跑出去很远才迷路回不去村子的，结果路飞出海后到过了这几个地方，其实离得都不远。希尔兹镇离路飞索隆的村子更近，索隆等于是在自家门口迷路了好几年。然后路飞和乌索普第一次相遇在希罗布村，但依然是很多年前，路飞早就认识乌索普的老爹耶稣布了，甚至路飞比乌索普还了解乌索普他爹。关于乌索普这个名字，路飞也是听得耳朵长茧了，所以路飞见到乌索普的第一眼就猜到是谁了。两人谈起耶稣布，仿佛是一见如故，立刻就攀起了亲戚。路飞表示，小时候你爹老是欺负我，长大了我让他儿子当我小弟。路飞在推进城第一次见到慎平，不过在那之前的3年前，慎平就认识艾斯了。
并且和艾斯以及白胡子海贼团船员都是很好的兄弟。慎平除了极力请求路飞把自己放出去营救艾斯外，慎平无比信任路飞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艾斯跟慎平提起过关照弟弟路飞，但慎平并不想当老好人，他只帮助自己认可的人。在推进城第6层看到路飞后，慎平坚定了这一点。路飞也如同能感应到一般，话不多说，只需要片刻的眼神交流就把慎平给放出来了。路飞在水之都第一次遇到弗兰奇，两人还因为一些事情大打出手过，但弗兰奇和路飞也有命中注定的缘分，毕竟罗杰海贼团的船是弗兰奇的师傅汤姆造的，双方也是老朋友的关系。红发巴基也很喜欢汤姆，而弗兰奇可是罗杰海贼团邀请过的人。当时玉田看到不远处的裤头男孩很有趣，想邀请他上船，结果被弗兰奇给拒了，因为他讨厌海贼。可能因为这一点，再加上当时弗兰奇专注于自己手里的活，离得远远的，并没有太在意不远处的其他人，所以后来听到雷利是罗杰的副船长的时候，那反应好像是记得见过，但印象不深刻。不管怎么说，弗兰奇也是和罗杰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弗兰奇也注定是王身边的男人。说到弗兰奇，那就不得不说到他的命运上的搭档罗宾了，一个可以制造冥王，一个可以唤醒冥王。路飞在威士忌山峰第一次遇到罗宾，相比这个，路飞的老爹龙其实早就知晓罗宾的一切了，并评价他为革命之灯。龙找了罗宾10年，一直都想和他见一面。罗宾遇到革命军的时候，也只能笑了笑，感叹天意弄人。后来罗宾为了路飞而决意变强，在路飞老爹那里待了2年，而且还提前认识了萨博。从罗宾得岛见到萨博的反应来看，他俩早就认识。至于罗宾2年后重聚时没有跟路飞提起他哥哥，应该是想让路飞在那之后自己去体会这份惊喜吧。路飞在魔鬼三角地带第一次见到布鲁克，不过在这之前，路飞也认识拉布和库洛卡斯了，并和拉布许下环绕世界一圈再相见的约定。当路飞跟布鲁克说起拉布还在双子甲等待伦巴海贼团的消息的时候，布鲁克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哭起来。另外，库洛卡斯加入罗杰海贼团，除了罗杰的恳求，还有就是去伟大航路寻找伦巴海贼团的音讯。多年之后，一个少年出现在库洛卡斯面前，他继承了草帽和约定，驶向伟大航路。库洛卡斯早已认出这顶草帽。等路飞远去后，他喃喃自语道：“他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人，对吧，罗杰？”正因为草帽一伙之间有这种共同的联系，所以他们走到哪儿都能攀上亲戚。在佐乌的时候，听闻猫蝮蛇和犬蓝曾是罗杰的船员，路飞说：“那你们也认识香克斯和雷利吧？”弗兰奇说：“那你们也认识我师傅汤姆吧？”布鲁克说：“那你们也认识库洛卡斯吧？”好家伙，一伙人直接开启了认亲大会了。何况玉田猫狗也在白胡子的船上待过，再捋下去就没边了。所以这个世界很大，这个世界也很小，捋着捋着，大伙儿都是亲戚。慎平是如何获得全体伙伴的信任的？在草帽团中，相比其他伙伴，只有慎平目前是2年后加入的成员。之前的相处虽然断断续续，但当慎平在和之国回归后，草帽一伙对慎平的加入表达了无比的信任和欣喜。除了三治在一旁酸了之外，其实慎平磕磕绊绊能成为草帽团的一员非常不容易。首先，慎平和路飞的羁绊早就是过命的交情了。早在2年前，慎平和路飞在推进城里一眼定情，男人的默契无需多言。之后，慎平也就成了路飞和伙伴失散时期身边最可靠的大哥。那个时候，慎平就展现了区区4皇的气魄。面对杀意爆棚的赤犬，慎平哪怕豁出去性命，也要保护艾斯的弟弟。慎平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东西，战争结束后，也是不遗余力的帮助路飞从颓废中恢复斗志。路飞早就认可慎平是自己的伙伴了，再正常不过。船长这一关过了，接下来就是有实无名的副船长这一关了。想获得索隆的认可好像并不容易，毕竟索隆曾经多次阻止路飞胡乱拉奇怪的生物上船，而且慎平和索隆之间的互动真的不多。蛋糕岛的高光，当时索隆恰好掉线不在，但还是那句话，男人的默契无需多言。在鬼岛开战前，路飞担心慎平，索隆直接说欢迎他加入，而且和路飞一样坚信慎平一定会来的。毫无疑问，索隆也早已认可慎平。最新悬赏出来的时候，索隆和慎平倒是像好哥俩，嘲讽区区第4名的7号军。在某些方面，慎平和索隆确实有合得来的地方。当然，慎平不会威胁索隆的地位，慎平上可以去当主力，下也可以去当第2阵容的主心骨。说到第2阵容，胆小组的意见也不能忽视，毕竟虚假的船长王路飞，真正的船长娜美子。罗宾上船的时候，胆小组集体反对；跟罗同盟的时候，胆小组集体反对。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慎平身为太阳海贼团船长，元气无海，他放低姿态，为之前鱼人团的过失真诚地给娜美道歉，完美拿捏了娜美船长吃软不吃硬的性格。不过正儿八经的说，一方面是慎平的侠义，一方面是娜美的宽容，格局加格局，那就是更大的格局。娜美对慎平的好感也不是没道理的。对胆小组来说，还有一点就是实力等于信任。早在渔人岛路飞邀请慎平的时候，乌索普乔巴就表示了对这位元气无海的欢迎了。蛋糕岛的操作其实就是锦上添花而已。慎平在蛋糕岛篇直接把桑尼号玩成了冲浪板，在4皇大妈面前也丝毫不虚，和娜美乔巴他们一起守船。想要获得胆小组的真心，最好的办法还真就是和他们一起守船。谁和他们一起守船，那人就他们眼里最闪耀的救星。然后是布鲁克，慎平和布鲁克在万国的时候还有一次小误会呢。
失去伙伴一直是布鲁克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布鲁克当时误会了慎平，觉得慎平对佩德罗的牺牲很冷漠，但在四皇的地盘上，他们又怎能自暴自弃、掉以轻心，辜负伙伴的牺牲呢？慎平的一番话也让布鲁克明白了伙伴的意义，让布鲁克和其他人有了更高昂的斗志。和路飞那一次如出一辙，在鼓励队友这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慎平，有时候解开误会能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牢靠。慎平取得弗兰奇和罗宾的信任就没那么复杂了。弗兰奇当时在愚人岛就说过，毕竟是路飞看中的人嘛，我们都会等你来的，慎平。再加上慎平是驾驶桑尼号的最佳舵手，弗兰奇举3只手赞同。罗宾更简单，因为慎平老大成熟稳重而且可靠，罗宾很欣赏他这一点。而且罗宾现在跟慎平好像走得更近了一些。最后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山治了。山治表面上非常郁闷，因为突然空降了一个和自己定位有些重合的主力过来，然后赏金还比自己高，山治真是哭晕在厕所。山治吐槽慎平抢自己的活，慎平憨憨的道歉，虽然看起来有些搞笑，不过山治也早已认可了慎平才是真的，毕竟都一起经历这么多了，山治也不会吝啬夸赞慎平非常靠谱。其实草帽一伙在慎平给路飞输血，挽救路飞性命，缓和鱼人和人类的种族矛盾的时候，就已经认可慎平了。后面的这些是让伙伴对慎平更加的信任，从认可到信任再到融入，才是真真正正的伙伴。就感觉越往后草帽团的门槛就越高，不过慎平一步一步，最后也是做到了。草帽一伙的江湖名气，要说现在的草帽团已经成了海贼的顶流之一，但是新手村时期名气最大的不是路飞，而是上船之前就混过江湖的索隆，不知道要高路飞几个档次。众所周知，索隆在跟着路飞干之前是当海贼猎人的，而且在东海的名气还不小，连当时的科比都知道罗罗诺亚索隆的威名，带路飞去找的。后来草帽一伙又遇到了剑圣强尼、刀神约瑟夫这2个索隆的小弟，刀神剑圣本来是要跟路飞他们算放炮误伤这笔账的，结果看到索隆直接就认出来是自己大哥了，态度直接反转。一旁的路飞还很懵逼。在进入伟大航路的前一站罗格镇的时候，当时路飞已经被悬赏3000万了，索隆没有被悬赏，但是索隆被迫在海军基地打杂的时候，海贼猎人索隆又是直接被海军给认出来了。好家伙，这没有被悬赏的比被悬赏的还出名。不过索隆当海贼猎人肯定要和海军打交道，倒也不奇怪。那在东海的知名度高，可进了伟大航路呢。结果在阿拉巴斯坦，索隆又被 Mr. One 给认出来了，因为曾经巴洛克工作室邀请过索隆，索隆非常嘲讽的回复，让我当老大我就去，还把当时的使者给砍了。索隆在老沙这里也算个名人。后来索隆有了悬赏，名气越来越大就很正常了。不过在早期草帽一伙不出名的时候，提索隆大哥的名号那绝对好使。然后就是山治，山治这个名字一开始可能不带什么名气，但是前面如果加个文斯莫克，估计海贼世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山治什么身份了。这一点在蛋糕岛之后的和之国就非常明显。比吉尔玛的实力更厉害的是他的 IP 影响力，比如德雷克、霍金斯还有罗，北海3迷弟都是海上战士索拉的漫迷，看到隐形黑都两眼冒光，走不动道了。罗甚至直接就是原地沉迷了，设定情节啥的倒背如流的水平。后来就是对位奎因的时候，奎因跟加治以前是同事，见到山治干脆就一口一个加治的儿子叫，就给山治叠怒气 buff 吧。路飞的江湖名气，在路飞还只是个小有名气的海贼的时候，比他那点悬赏金更出名的是蒙奇蒂家族的身份。在水之都爆出身世后，连同吃同住的伙伴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原来大佬一直就在我身边。这个身份在其他大佬面前非常好用。战国看到草帽小子空降战场，脱口而出的却是吐槽卡普，这又是你的家人啊卡普。潜台词是让我想想接下来该怎么演。熊、青雉、泽法等等一些人吧，无不在路飞面前放海。路飞能活到现在，不得不说自带的江湖名气的功劳也是多多少少是有的。虽然说早期索隆的名气是最大的，但自从拥有世界级名气的罗宾上船，就有点压索隆了。8岁被悬赏7900万，继承了奥哈拉的学识和意志的罗宾，一直都是世界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人红是非多，罗宾一直在逃离和背叛中成长，包括冰山的房间里也贴着罗宾的悬赏令，因为罗宾的学识足够恐怖。与之相似的还有弗兰奇，原名卡特·弗兰姆。弗兰奇属于是本不想出名，但造化弄人，即便是改了名，避免太出名，最后也是被 CP9 绝地3尺给找了出来。毕竟他手里的冥王图纸，让他不想出名都难呀。乌索普的江湖名气其实也很大，首先他爹可是红发团的核心干部，因为路飞和红发有过交集，遇到乌索普的时候立刻与其攀上了亲戚。在罗格镇自报家门后，也是被那个曾被耶稣部击败的原海军认了出来。只不过乌索普虽然胆小，但低调有志气，很少跟别人谈起耶稣部，反而是靠自己的成就创造了名气。得到一战成名的5星乌索普，在明哥那里力压路飞、萨博、索隆等人，成了 God 乌索普。结果海军的悬赏令上也跟着写上了 God 乌索普。娜美的江湖名气，这个就有点特色了。娜美的性感通过写真悬赏令传播到四海，阿健说的征婚艳照货真价实，一路上不缺靠着娜美悬赏令来追求娜美的人。当然除了美貌，娜美还是有正儿八经的名气的，那就是她的航海才能，曾经被阿龙和金狮子看中。慎平老大的江湖名气就更不用多说了，上船之前他就当过太阳海贼团团长和七武海，早早成名。最明显的就是慎平的摇鱼实力，越狱推进城摇来了一群鲸鲨小弟，蛋糕岛太阳团的兄弟给草帽团断后，
白胡子海贼团那也是很多年的交情了。布鲁克的名气也是世界级的，因为在别人2年修炼的时候，布鲁克开了2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收获了广大歌迷，有自己的海报，自己的应援团。结果2年后重聚的时候，布鲁克成了草帽团里的顶流了。当然，布鲁克最屌的一句话还是罗杰以前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新人。最后就是乔巴，爱吃棉花糖的宠物1000倍利。以上呢就是草帽一伙每个人的江湖名气，他们大多人从上船的那一刻起，都已经不是籍籍无名的小辈了。就他们自带的名气来说，原本以为这船上载的都是草根儿，结果这船上坐的都是大佬。海贼王各大战役中的草帽阵营 MVP， 草帽一伙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每个篇章也有表现最关键的伙伴，他们贡献过能左右大局、惊艳众人，甚至是扭转战局的力量，将整个团队引向胜利。这些篇章的最有价值伙伴分别可以是谁呢？东海的草帽 MVP 路飞，开局一个桶，队友全靠捡，小船故乡出，大船进航路。路飞组建了初具规模的草帽海贼团，初次悬赏3000万。梦开始的地方东海，路飞是初创麦团里成就最闪耀的。阿拉巴斯坦的草帽 MVP 山治，这里也是山治智勇双全的体现。从小花园开始，山治就是一定会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出现，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每到绝望的时刻，要相信山治会出手，多次直接改变后面的局势。空岛的草帽 MVP 就像那句响彻天空的发问：这艘船的航海士是谁？当然是娜美。虽然空岛娜美战斗力输出几乎为0，但是娜美的业务能力在这里很关键，确定黄金都市的位置，把威霸玩得得心应手，将路飞带回战场，助他击败了艾尼路，敲响黄金钟。除了这些，没有娜美，草帽团早在上冲天海流的时候就团灭了。司法岛的草帽 MVP 梅丽。如果说战斗方面，路飞、索隆、山治谁拿这个 MVP 都可以，但司法岛的最终目的是救出罗宾，伙伴们平安。没有梅丽号，所有人都会被困在里面，被海军围剿，那打败 CP9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有的努力也会付诸东流。梅丽应该拿这个 MVP。恐怖3 A 帆船的草帽 MVP 索隆在这里实在是太累了，打龙马、打奥兹、打熊，最后好家伙，路飞积累的全部伤害还得索隆再扛一遍，也难怪熊感叹蒙奇蒂龙的儿子有这样的好伙伴。顺便也一提，索隆打败龙马，布鲁克的影子物归原主，了结了路飞一直以来想要一个音乐家的心愿。这个 MVP 索隆拿得当之无愧。香波地群岛的草帽 MVP 蒙奇蒂、黄猿、雷利、熊都可以，这里先给熊吧，熊实在是太好了，直接是连草帽团之后的老师都安排好了。从女儿岛到2年后重聚期间，路飞处在伙伴分离的阶段，没有其他伙伴什么事儿了。不过从推进城开始，有了草帽小队，同样可以评草帽 MVP。推进城的草帽 MVP 那绝对是小冯了，没有小冯，路飞在麦哲伦那里就死透了。小冯冒死带着路飞去找小伊万，最后大家虽然逃出了麦哲伦的追击，但打不开正义之门，一样是瓮中鳖。是小冯用能力冒充麦哲伦打开了正义之门，彻底救了路飞他们，最后还鼓励路飞一定要把你哥哥救出来呀。小冯拿这个 MVP 毋庸置疑。顶上战争很明显了，给影帝吧，蒙奇蒂黄猿不拿这个奖，感觉都对不起他。白胡子保护路飞都没黄老舅卖力啊，就路飞当时的实力，要不是老舅的暗中保驾护航，但凡换个人，路飞都不知道被碾死多少次了。2年后愚人岛的草帽 MVP 路飞，霍迪琼斯作为篇章级的 BOSS 实在是很一般，更主要的是伙伴们展示2年修炼的成果。路飞打败霍迪琼斯，最后不惜用受伤的身体持续发动3档阻挡诺亚坠落，也让白星觉醒海王之力，共同保护了愚人岛。路飞后来又向大妈宣战，对愚人岛宣誓主权。最耀眼的路飞无疑是愚人岛的 MVP。庞克哈萨德，冰火岛的草帽 MVP 罗，而且作为盟友的罗，他应该拿这个 MVP。罗需要用 MVP 弥补一下他心态上的创伤。罗规划了如何打掉凯撒，威胁明哥，直指凯多，很多步步为营的细节。虽然路飞中途有很多自由发挥的操作，但整体也勉强算根据罗的计划走的。战斗方面，草帽团其他人的表现机会不多，主要也是冰火岛是路飞罗当主角，直接把维尔哥安排给了罗，维尔哥甚至比凯撒都强呀。罗的战绩也挺好。德雷斯罗萨，德岛的草帽 MVP 乌索普，在第一次搞掉砂糖被明哥盯上后，乌索普顶住压力觉醒了见闻色，直接再次扭转劣势。另外还直接壮大了草帽大船团，拉来了很多死忠粉。明哥对乌索普的爱岂能是区5亿倍利可以表达的？乌索普拿这个 MVP 也是当仁不让。万国的草帽 MVP 布鲁克，在蛋糕岛，布鲁克展示了自己啥都会一点的特长，开潜艇搞侦查，偷正文怼大妈，砸相片抓宙斯，打辅助救兔子。本来草帽团来蛋糕岛的目的只是为了抢回山治，不过有了布鲁克一系列的操作，这一趟还有了不少意外收获。布鲁克弄来了历史文本外加宙斯体验卡码。和之国鬼岛上，草帽一伙几乎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成长和加强，战绩颇丰。索隆山治也非常牛批，基德和罗也是开了挂了。真要选一个，还是路飞吧，毕竟果实觉醒加击败4皇，把最难搞的凯多死拖在了屋顶。对骷髅塔内各个点的对战来说，路飞是中流砥柱的存在，他要一拉全都得垮。
在草帽团参加的战役中，路飞必然是击败最终 BOSS 的那个人。不过伙伴们有时候的整体表现未必就比路飞暗淡，每个篇章都会有关键的伙伴站出来力挽狂澜。海贼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路飞也是始终坚信这一点的。那些对恶魔果实能力没兴趣的强者，在海贼王中，有些人执意要靠恶魔果实的力量来变强，但还有些人明明有机会吃到好的果实，却知道成为大海强者都是只凭一身霸气。这个传统最明显的就是从罗杰团到红发团的一脉相承。当年27岁的红发冒着风险从世界政府手里劫持了橡胶果实，红发应该是知道橡胶果实的一些秘密的。不过众所周知，红发团的人都没有下口，这颗果实最后被路飞当成普通水果给吃了。从红发的警告上来看，看来他对吃恶魔果实这件事儿是很谨慎的，因为一旦吃了就是一辈子的旱鸭子。可是多年谨慎无人问，一句面子天下知，红发面子果实已然觉醒。不过正儿八经来说，果实对红发来说无所屌味，红发是唯一一个没有吃果实的四皇。然后就是巴基，巴基其实本来也不想吃恶魔果实的。据红发说，巴基是个游泳健将，而且巴基自己也想靠手里的恶魔果实和藏宝图来暴富。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巴基成了果实能力者。因为这件事儿，巴基直到如今也记恨红发。还有就是雷利，作为王父，要说雷利没有机会吃极品果实，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九叔战阵的雷利，靠着霸气和剑术，一样可以拖住大将黄猿。何况雷利也是个游泳健将，直接游过无风带来找路飞。综合比较下，雷利吃果实的兴趣也没怎么有。除了罗杰团和红发团普遍无果实的风格，草帽团吃了果实的人就不说了，其他没吃果实的也有明确表示过不想吃的。比如弗兰奇就曾拒绝吃烧烧果实，不想一辈子不会游泳是一方面，主要是弗兰奇更想靠科技变强。山治比较特殊，他小时候看过果实图鉴嘛，明确表示对其他的恶魔果实一概没兴趣，但唯独对透明果实非常渴望，想干啥大家都知道。不过呢，后来山治梦想成真，有了战斗服，也进了女澡堂，看光了娜美罗宾，了结了他的心愿，怎么说也是无憾了。看得出来，索隆对恶魔果实也没啥兴趣。从小到大，索隆都是通过刻苦修炼、强化体魄来变强的，是一种努力的方向，也非常纯粹。空岛的时候，乌索普想用空背给索隆的刀改造一下，增加一些功能，索隆都不愿意。相比于恶魔果实能力，索隆当然对刀更感兴趣。慎平就不用说了，也不可能吃果实。草帽团主力的话，除了路飞、索隆、山治、慎平，应该都不会吃了，毕竟他仨还得负责捞路飞呢。卡普和泽法也是崇尚靠体术霸气制霸的海军大佬。泽法甚至还吐槽黄猿太依赖果实能力了，海军弄到极品果实应该是不难的。赤犬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个剑士，后来就没见过他玩过什么刀刀剑剑。而卡普曾经遇到强敌的时候，是私下里把几座大山夷为平地，淬炼霸气铁拳，再去打赢对手。他的徒弟克比也是继承了这个理念，修炼体术霸气。悬赏35.9亿贝利的鹰眼，一把已成黑刀的无上大快刀叶在手，就知道他吃不吃恶魔果实也都行。鹰眼这种纯粹的剑豪，更不像是对恶魔果实能力感兴趣的人。像卡普、红发、雷利、鹰眼这种已经把霸气或者剑术练到顶尖的人，正常情况下应该都不会再吃恶魔果实了。吃下好的恶魔果实，确实会让人直接拥有强大的能力。不过百兽凯老师教育过路飞，单凭恶魔果实是不可能成为最强的。罗杰称霸大海靠的是什么？是霸气。感觉黑胡子没来鬼岛听听凯老师的课，真的亏大了。黑胡子如果只在掠夺果实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应该会很惨的。崇尚果实还是霸气，本身没有强弱好坏之分。霸气虽然是必要的，不过果实能力和霸气可以互为上限。如果你身边有个专业捞尸队的话，两种都是顶级，岂不是更好？乌索普的超远透视挂，乌索普的感知能力一直以来都堪称是奇特，倒不是能毫秒之间躲技能的那种感知能力，而是有些东西，比如一些声音或者气息，别人还感知不到、够不到的时候，乌索普却能先一步察觉，最后慢慢演变成了一种极品透视挂。乌索普是草帽一伙中第一个察觉到梅利号传精灵存在的人，不过那时候大家都在休息，乌索普是半夜上厕所意外发现的，但闻讯赶来的索隆并没有发现异常。空岛这一段也并不能证明乌索普有什么超乎常人的感知力，毕竟传灵是传和伙伴们亲密到一定程度下自己就会出来的。乌索普是第一个感知到的，不过后面伙伴们和冰山老板也都可以听到梅利，主要是在那之后，乌索普对梅利的这种感知越来越强烈了。在司法岛和 CP9 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但面对海军的围堵，他们即将又会陷入下一个困境。在突围的时候，乌索普的感知能力好像突然敏锐了起来。乌索普又是第一个听到了梅利的呼唤，在司法塔上给弗兰奇送钥匙的时候，乌索普就察觉到了一瞬间奇怪的声音，只是还不是很确切，其他人还都没有察觉到。这么远的距离，乌索普是怎么第一个感知到的？这就不得不怀疑乌索普那个时候就有着一种超强的远距离感知天赋。后面继续突围，乌索普听到地道的尽头有些不妥，然后直接就说有洪水，让前面的哥俩快往回跑。但碍于全身骨折重伤，根本无法阻止索隆山治。山治没有察觉，乌索普又问索隆没有听到水声吗？索隆虽然是觉得有些奇怪，但没有停下步伐。
结果不久之后，洪水真的就涌过来了。好在可可罗婆婆救了大家。之后，乌索普真切地感知到梅丽来救他们了。这时候，路飞、索隆他们才都听到乌索普让大家往下跳，成功和梅丽一起突出重围。突围后，起初全船人都证实有人呼唤他们，但对梅丽自己开过来这件事很懵逼。只有路飞和乌索普确信那是梅丽的声音。路飞是有倾听万物的天赋的，乌索普呢，除了对梅丽感情最深厚之外，好像还有一种更远、更敏锐的感知天赋。在特别篇梅丽篇的最后，一只金色船灵出现在桑尼号的桅杆上，乌索普也是早早察觉到了它的存在。在特别篇黄金之心中，已经是2年后了，大伙实力都有了很大长进，3大主力也都掌握了霸气。路飞、索隆、山治几乎是同一时间察觉到了危险迫近，乌索普稍微慢半秒。这时候乌索普虽然显得有些懵逼，但乌索普的眼睛也红了。看来在波音列岛2年的提心吊胆，一不小心就会被吃掉的修炼历程没有白白遭罪啊。这里乌索普的见闻色看样子和路飞、索隆、山治还有很大差距，成长速度是不是太慢了？直到德雷斯罗萨经过前面的铺垫和成长，中后期英雄乌索普终于一战封神，真正觉醒了远距离定位感知的见闻色。乌索普这个见闻色和路飞他们的还不大一样，路飞他们是偏向预判，乌索普这堪称是个透视卦，清晰的人像和气息浮现于眼前，一炮不仅挽救了路飞和罗，也极大的改变了局势。乌索普2次扭转德岛战局，所以明哥不惜自掏腰包悬赏5亿除掉乌索普，路飞都不如乌索普的待遇。但确实，乌索普的厚积薄发也配得上 YYDS 的名号。草帽团被哪些奸商给忽悠过？草帽团这一路上遇到过很多人，或许和善的气质也让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好忽悠。在罗格镇的时候，草帽一伙就遇到了不少奸商。第一个就是一家宝物店的老板，他上来就给乌索普推荐了一款手枪。据老板说，这是海贼王罗杰的遗物之一。罗杰有掉落的装备那不奇怪，但是这把枪的造型和配色越看越跟开玩笑似的。他要说这是罗杰小时候玩过的枪，那可信度还高一些，而且看起来还是个残次品。但是乌索普可是忽悠界的专业人士了，他怎么有点心动了？还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紧接着索隆也遇到了奸商，一开始想忽悠索隆的武器店老板一本松，索隆不了解刀的行情，可老板识货呀，提出拿20万贝利收购索隆的河道一文字，一直加码到80万，这可是大快刀21弓，双月更三郎的杰作，就算是个高仿也不止这个价，这不是欺负索隆老实人吗？直到达斯奇进来爆出了真实的行情，起码1000万贝利，在索隆手里更是有市无价，把奸商的套路搅黄了。不过一本松也是被索隆的气场所折服，临走时3代鬼车和血走都一并送上，都没有收钱。之后索隆扬名四海后，还把索隆的照片裱在了浴室里，作为一种无上的荣耀。毕竟未来世界第一大剑豪手里拿的可是自己店里的刀啊。另外索隆比较惨，不光是被别人忽悠，还被自己人忽悠。娜美本身就是个大忽悠，索隆回去之后被欠上了娜美的高利贷。阿拉巴斯坦的金苹果1000贝利一个，一口提神醒脑，2口永不疲劳，3口长生不老。途经这里的艾斯先遇到的这个大忽悠，艾斯的回应也很帅，我对活个上千年没有兴趣，活好今天就行。老板懵逼了，是我的话术不对吗？不是，是因为没有遇到憨憨。这不俩憨憨来了，乔巴乌索普听完兴高采烈，马上就要买了，但很快娜美及时阻止，忽悠你接着忽悠，娜美多精啊。一旁的索隆可能是被忽悠多了，防骗意识已然觉醒，拉开真实的面纱，一位炼金术士正在辛苦的忙碌，原来这都是吃完倒沫子的科技与狠活呀。水之都的典当行，这里也是娜美的高光时刻。都知道鉴定师一开始给他们开的是1亿贝利的黄金收购价，看路飞乌索普的反应，感觉就算开1000万贝利，他俩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了。可是这个大忽悠万万没想到，自己骗到同行头上来了。娜美从小就跟钱打交道，还能掂量不出黄金的价值吗？一波和谐的谈判后，鉴定师改口3亿，这船上没有娜美真不行。路飞、乔巴、乌索普，他仨塑料段位的，真的是属于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那种。虽然娜美是属于王者段位，但娜美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曾经草帽一伙遇到一个推销员，他那里真是啥都有，还给罗宾推荐过能美白的肥皂。不过他看想要买些绘图纸的娜美像是个小富婆，就想狠狠地敲一笔。这些纸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天花乱坠，不知道。但娜美直接来了句多少钱都照付。此话一出，全船震惊，这不次于娜美送罗拉财宝那一次。推销员这一打纸，开价居然高达4800万贝利，你干脆明抢吧。虽然娜美依然开启砍价模式，从1000万砍到了100万，不过娜美什么时候这么好骗了？此时山治站了出来，巧妙化解，二话不说把路飞给绑了，说要交给海军换悬赏，那样还能余下来不少钱。没错，看来这就是船长的正确用法了。对比这些大忽悠，想必大家更加同情明哥这样的诚信为本的商人了，因为明哥居然把真的烧烧果实放在了竞技场。虽然说明哥起初信任迪亚曼蒂能掌控全局的，但他就算放个假的，那其实也不影响他的全盘计划。钓个鱼放血本，明哥还真是童叟无欺啊！明哥走了，这个世界突然少了几分信任。草帽一伙的悬赏令照片都是在哪儿被拍的？首先是路飞的悬赏令，从3000万到4亿都是用的同一版照片。
这个照片上有乌索普的后脑勺和一处废墟，剧情中给出了答案，是在阿龙乐园所拍。路飞打败阿龙后，又揍了一顿老鼠上校，老鼠气急败坏，让手下拍了张照片传给总部，立刻通缉。老鼠当时还觉得情急之下把路飞拍的根本不像个海贼，由此有了路飞的首次悬赏令3000万。德雷斯罗萨武艺路飞更换了照片，从轻薄的红衣来看，可以排除在德岛和冰火岛后半段所拍，那会儿是向日葵上衣和厚外套。照片背景虽然没有明确参照物，但绿色背景也可以排除是冰火岛前半段所拍，最有可能是香波地群岛和渔人岛海之森两个地方。此时照片上还有一个线索，就是背景中有滚滚烟尘出现，可能是当时有炮火所致。对比后来的15亿悬赏令，这个不是纸张问题，那真相就直指2年重聚时的战斗期间了。路飞的绿色背景正是香波地的巨树，烟尘弥漫下，颜色也会比较暗淡，更接近。所以这一版路飞的照片由战逃丸部队拍摄于2年重聚时的香波地群岛。路飞最新版30亿贝利的悬赏令照片是路飞果实觉醒后捂脸笑的照片，拍摄地就是鬼岛了。草帽团其他人的最新悬赏令暂时还没有出来，等海贼王恢复连载会一并公布。然后是索隆，阿拉巴斯坦之后首次悬赏6000万，索隆头上挂彩，周围也有炮火，符合这个环境的在那之前也就阿拉巴斯坦了。重要的是乌索普大神又出现在了伙伴的悬赏令上，这次是一个鼻子和模仿老沙的钩子手，答案也很明显了，就是乌索普在索隆面前模仿老沙揣摩对方心理的时候，索隆被拍到了。2年后3.2亿版本的照片是头上绑着头巾，可以锁定2个地方，渔人岛清理杂兵和德岛虐皮卡。打皮卡的时候，索隆几乎都是空中作战，一气呵成的，没空摆 pose， 而脸上也不太干净，不符合照片形象。而在渔人岛游刃有余的虐菜跟山治比赛，摆出帅气造型的时机多的是，所以这张照片应该也拍摄于此。然后是山治，第一版是个画的，还闹了个乌龙，让莫名其妙接了锅的迪巴鲁天天被海军追。德岛之后，山治终于换照片了，只能说比以前强。这个照片想必大家也有印象，就是山治在渔人岛往人鱼姐姐堆里跳的时候被抓拍的一张。然后是乌索普，前2次出悬赏，乌索普虽然没有单独的悬赏令，但大神一次蹭到了路飞的，一次蹭到了索隆的，第3次全员悬赏，终于勉强算是有了自己的悬赏令吧。狙击王，根据面具的损毁情况，这已经是遇到加布拉之后了，而且后面天空面积很大，应该是比较空旷的地方，除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那只有一个时机，就是在司法塔上给弗兰奇送钥匙的时候，当时乌索普那么招摇过市，开局还把政府旗帜给射烂了，不拉仇恨才怪。第2版是德岛后告的乌索普，这就很明显了，在德岛竞技场下面，海尔丁高举告的乌索普，摄影师就藏在下面膜拜大神的人堆里。然后是娜美，娜美的2张都很好找，第1版有弗兰奇家族的人拿着烤串，旁边有喷泉、泳衣款式等线索，当时在水之都最后开宴会的时候被人给骗拍写真了。第2版他身后有渔人岛随处可见的珊瑚，绿色的吊带颜色和当时吻合，所以娜美在渔人岛又让人给骗拍了。然后是乔巴，乔巴的第1版悬赏令有3个线索，围栏、下雪天、棉花糖。乔巴在长链岛才第1次吃到棉花糖，但当时不符合有围栏和有雪2个条件。他这个照片只能缩载至司法岛篇，最有可能是送别梅利号之后那段时间，当时冰山他们的船在后面准备接草帽团回去，所以乔巴应该是在送别梅利号后登上冰山的船，被人用棉花糖安抚了情绪，符合有围栏、雪、棉花糖3个条件。而且乔巴当时全程没有背书包，形象上也比较一致。接着被某个特务抓拍，爱吃棉花糖的托尼乔巴，宠物50贝利。乔巴的第2版暴涨到100贝利，照片又有棉花糖，还有一个重要线索，他的穿着，所以可以排除德岛时期的迷彩衣服。在冰火岛时期，乔巴弗兰奇有过一段时间的身体互换，弗兰奇恰好最讨厌吃甜食，而且这个地方也不太可能有棉花糖这种东西，所以可以排除冰火岛。渔人岛和香波地更倾向于在香波地拍的吧，因为当时符合穿着、背着书包和有棉花糖3个条件。然后是罗宾，第1版悬赏令是在他8岁时流离失所时期，除了知道在船上，具体地点就无从查起了。第2版比较明显，罗宾当时在放技能，有阶梯，有海军，就在司法岛最后的突围阶段，掩护路飞凯旋时被人所拍。第3版罗宾身后有花瓣，依然是在放技能，发型和头饰上可以排除是德岛。香波地重聚时，罗宾没有参与岛内的战斗。冰火岛时期，在罗宾使用技能的时候，额头上并没有挂着墨镜，所以符合条件的只有在渔人岛战斗的时候所拍。然后是弗兰奇，第1版有大炮和战火的背景，脸上有战损，并且引起了海军的足够重视，那只有在司法岛的突围阶段所拍。第2版是他的弗兰奇将军，背景上有珊瑚和断崖，那就是在渔人岛展示2年修炼成果时，在渔人岛广场被拍的。然后是布鲁克，第1版当时布鲁克还是个人，后面有战火，像是在战斗，而且惊动了海军，是在伦巴海贼团时期所拍。后来，拍照侠们倒是也省事儿了，
扯了一张布鲁克演唱会的海报，直接改成了悬赏令，还挺有设计感。最后是甚平，最新悬赏金4.38亿，只是悬赏令的真容还没出来。第一版的是在很多年前拍摄的，在太阳团早期，这个剧情里也有，首次悬赏7600万，再后来2.5亿被招安为弃武海。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另外，悬赏令照片这种本来是可以随便画的东西，仔细看几眼，居然都可以看出具体是在哪儿拍的。不得不说，尾田是真的处处用心了。捧起巫神和巴基大神的神之巧合，在德雷斯罗萨竞技场，萨博最后成功拿到了烧烧果实，继承了艾斯的烧烧果实能力。兴奋的萨博上来就一招火拳，先练手，下面这一池水在高温之下蒸发殆尽，强大的破坏力直接把竞技场的地表给打穿了。而此前在竞技场的地下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乌索普吓晕了砂糖，使其果实 buff 消失，拯救了所有被砂糖变成玩具的人，因而乌索普也被人称为乌索普船长。海尔丁将乌索普高高举起，供众人追捧崇拜。如果这个时候再有点氛围烘托，那就更好了。正巧萨博在上面把地表给打穿了一个大洞，一股圣光从天而降，洒在了乌索普大神的身上。上苍显灵，这个男人难道就是上天派下来的使者？在场的所有人在这束奇迹之光下目瞪口呆，对神乌索普更是膜拜的五体投地。萨博的这一击只想试试威力的一拳，没想到将这里的膜拜仪式推向了最沸腾的时刻。此时的乌索普本来就被辣椒丸搞得不行了，又被这帮人折磨的命都快没了，因为连说话的力气都即将耗尽，口吐芬芳的话在圣光之下却被人误听成了让我来指引你们。大家更是无比激动，各种歪打正着的细节，乌索普大神被彻底捧上了神坛。神乌索普，船长乌索普，实至名归。当然，各种神之巧合的事情在乌索普身上是常有的事儿，牛批成真之王可不是开玩笑的。神之巧合怎么能少了另一位大神巴基大神？当时路飞巴基一伙人从推进城越狱的时候，小冯冒充麦哲伦独自留下，打开了正义之门，帮助路飞他们前往海军本部。可是海军本部和推进城还有司法岛各有一扇正义之门，路飞他们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无法通过海军本部这一侧的正义之门，这就等于是被困在中间这条航道上了，无法到达战场，这可怎么办？此时刚刚被人奉为救世主的巴基站在船头，装模作样的召唤幸运女神。神奇的是，一股圣光洒在巴基大神身上，海军本部这一侧的门居然开了，不光船上所有人都傻眼了，那边的元帅战国是更懵逼，巴基的小弟们纷纷跪在地上磕头跪拜天神使者巴基。同样懵逼的巴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开的门，其实是之前在推进城开招聘会的黑胡子一伙人也想来海军本部，手下的拉菲特就催眠了动力室的海军军官，并下达指令，只要看到海军的船就放行。碰巧路飞他们也是抢着海军军舰，先他们一步过来的，让拉菲特始料未及的是，居然顺便给路飞一伙人行了方便，而这个漏还被巴基大神成功捡到，直接让巴基的大神称号的含金量更足了一分。这两位大神之前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被奉为神，但天意如此，他们被赋予了最强霸王色运气，是上帝选择了他们。草帽团成员一路上最受哪些人的喜爱？草帽团在冒险的途中遇到过很多人很多种族，往往会和他们结下深厚友谊。不过这些沿途的朋友们自然也有他们最喜欢或最崇拜的那位草帽团成员乌索普和巨人族小人族。在乌索普的冒险中永远少不了巨人元素，从最开始在小花园拜师部落基，并梦想去埃尔巴夫一趟，到后来在司法岛结识了2个巨人族守卫，一聊家常才知道没外人，东里和布洛基是他俩的老大哥，2个巨人守卫为乌索普马首是瞻。在德岛又让海尔丁崇拜至极，顺便挖了未来4皇巴基的墙角，包括整个巨兵海贼团。埃尔巴夫必然是要去的，那里无疑就是乌索普的主场啊，毕竟乌索普在埃尔巴夫可是名副其实的关系户。然后小人族也是从头到尾亲眼见证了乌索普的封神之战，从此他们将乌索普视为救世主最崇高的神，以至于他们的旗舰也命名为乌索兰杜号。原来乌索普的8000部下是8000个巨人族和小人族，当初这个牛逼吹的，现在看来是真的牛逼。娜美和男人，娜美这一路上追求她的男人就没断过，从号称自己上船是为了娜美的山治，到恐怖3人帆船被阿布萨罗姆疯狂求婚，再到对娜美的产奶带又爱又恨的警卫门，从随身带着皱皱巴巴布满污渍的娜美悬赏令的花痴海军，到痴心妄想想让娜美来陪酒的永志，再到长大之后依然求抱抱却被一拳揍飞的可恶桃之助，等等等等吧。更是有狂热的少年自发成立娜美粉丝团，做了一个1比1比例的娜美手办，说娜美小气，恰恰相反，娜美太大方了，有福利他是真的给。路飞和女人，虽然路飞对儿女情长一向没有什么表示，但每次还真让路飞给弄拙成巧了还。路飞身边有一堆公主就不说了，莫名其妙的金蛋和橡胶体质让女儿岛的人对路飞充满了好奇，路飞保护朋友的特质让女帝对其有了好感，再加上霸王色爆发，性格直率的路飞对着女帝一顿卷，
路飞只是单纯的想骂女帝而已。不过女帝感觉自己好像被这个男人给隔空壁咚了一样，再不服从就不礼貌了。从此女儿岛就是路飞的地盘了。这里的女人也不再遮遮掩掩，想要抓住路飞一顿把玩，甚至还被当成了收费才能体验的高贵宠物。山治和人妖，桃花运仅次于路飞的是山治，毕竟卡玛巴卡王国号称第2个女儿岛。山治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幻想，因为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异性追求他。他喜提山治酱的称号和女装大佬的装扮。2年后，他们还恋恋不舍地送别了山治。虽然山治最讨厌人妖，可人妖却最喜欢山治，山治也最和人妖有缘。早期对战小冯之外，2年后山治在愚人岛失血过多，危在旦夕。乔巴找来2个人妖给山治输血，山治也是和人妖有过血缘上的羁绊了。索隆和动物和驯兽大师路飞不太一样，索隆对降服动物做伙伴丝毫没有兴趣，但他总能和动物有一些迷之缘分。刚上空岛捡到了云狐，很难抓的指南鸟闻着饭香跟了索隆一路，只需一个眼神就能跟云狼默契干杯，包括他身边的乔巴。索隆在司法岛期间吐槽 CP9 是个动物园，其实索隆本身就有一种动物吸引力。乔巴和美女毛坯族，毛坯族对草帽一伙都很友好。乔巴虽然不是毛坯族，但起码物种上更有亲切感，所以这里的美女也都对乔巴很热情。比如上来就贴贴的美女驯鹿，温柔体贴的松鼠护士，妖艳妩媚的豹子医生，这里简直就是乔巴的愚人岛奥布鲁。布鲁克和狗类毛坯族，相比之下，布鲁克在左屋就非常的不愉快了。虽然同样是出于热情，不过让狗类毛坯族馋的还是布鲁克的身子。狗类毛坯族对布鲁克的喜爱自然远超其他伙伴。弗兰奇和小孩子，能自由活动、会变形、会说话的弗兰奇，在小孩眼里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玩具，在庞克哈萨德的孩子们中就可见一斑。很快就和他们拉近了关系。在草帽团里，弗兰奇自然是小孩子里面最受欢迎的存在。罗宾和各方势力以及可恶的小人族，世界政府是一直没有放弃对罗宾的追捕，但是半路被革命军给截胡了。人家不仅是近水楼台，还好吃好喝的招待。除此之外，凡是对成为海贼王有需求的大佬们，都会多多少少寄予能读懂历史正文的罗宾。作为第一个潜入小人族部落的草帽团成员，小人族也是非常亲近罗宾的，但是就是那种亲近，可以说是和桃之助一样的可恶。慎平和愚人族，慎平作为愚人岛的老大哥，为了自己的故乡，他付出了很多。这里的人自然很喜欢尊敬慎平。在给路飞输血的时候，不仅没有一人敢指指点点，还化解了一些愚人和人类的矛盾。愚人岛篇之后，慎平从陆地买回很多路飞同款的草帽，带给了愚人岛的孩子们，大家都很喜欢。当时慎平凭借威望，成了愚人岛最强路飞代言人。总之，草帽一伙很有意思，每个人都自带一些吸引力，能够吸引过来喜欢他们的人，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独特的魅力吧。草帽一伙的真实性格，乌索普老嫂子说乌索普是老嫂子，不光是他跟船上所有人都能玩到一起去，还有他和娜美罗宾2个女生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既不会像索隆那样油盐不进，也不会像山治那样进得太多，非常会捕捉女生的心理，平时遇到什么事儿也是啰里吧嗦一套一套的。在第281集的片尾小剧场里，草帽一伙变成了大婶，只有乌索普大婶是最传神的，他那个一边聊天一边摆手的姿势，真的是和他老嫂子的性格极度匹配了。索隆大冤种，索隆有时候高冷，有时候机智，不过这都是表象。索隆最擅长一本正经的搞笑，因为索隆不仅能把别人带沟里，他也会被别人带坑里去。路飞乌索普找索隆玩捉迷藏，索隆嘴上说你们几岁了，但是当乌索普用激将法激索隆的时候，索隆就被带沟里去了，被迫营业跟他俩在那儿追逐打闹。索隆表面上再怎么不食人间烟火，也掩盖不了他傻乎乎的本质。山治柠檬精，山治不愧是草帽团醋王，以前吧山治经常跟索隆攀比赏金，现在又多了一个让山治秒变柠檬精的慎平。一是慎平来了之后收获了娜美的热情拥抱，山治酸了；二是在鬼岛慎平占了山治的指挥权，山治酸了；三是最后慎平赏金还压了山治一头，山治酸完了。所以在弹尖岛，柠檬山治不惜祭出和小伊万同款的人妖拳法，也要怒踹慎平吃天使。以为山治仅仅是为了保护娜美吗？山治表示抢老子3号位置，早就想踹你了。路飞小屁孩，不管路飞外表如何成熟，内心依然是个孩子。从小到大，路飞很多地方都变过，就是爱撒娇这一点没变。不过路飞身边既有宠他的男人，也有宠他的女人，能让他开开心心当一辈子孩子。罗宾腹黑姐姐，表面上罗宾温柔知性，善解人意，真的是完美姐姐类型。但是当罗宾想搞你的时候，那也绝对不会嘴软手软。首先就在合适的时候，一本正经的说出非常血腥恐怖的话，不会咒死人，那也会把人吓得够呛。罗宾下手也是非常狠的，一面温柔体贴，一面又很会欺负人，这大概就是罗宾了。另外，罗宾有时候的审美也很奇特，他会对他喜欢的生物说很多次卡哇伊。罗宾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这种莫名其妙吧。娜美也蛮甜妹，娜美有脾气是真有脾气，不过这种强势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谁内心还没有个甜妹心呢？娜美为了友情可以分享，甚至放弃财宝，为了友情也可以掩盖自己的伤疤。不过当娜美抱住路飞的时候，突然感觉娜美平时伪装的太过入戏，她好像也忘了自己有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个值得依靠的人。乔巴宠物，
虽然乔巴很想成为一名勇敢的海贼，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不过乔巴真正的性格其实还是只宠物，乔巴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就是只宠物。乔巴单纯，比路飞还单纯，极度好骗，内心非常渴望伙伴们的需要。但是路飞、乌索普这俩坏蛋，除了会把乔巴当鱼饵或者储备粮，不会干别的。只有这种时候，还有自己被当成狸猫的时候，乔巴才会变成乔胡子。弗兰奇，变态真男人。弗兰奇里里外外都是个变态，好像都不需要解释。不过弗兰奇身上除了有男人的浪漫，也有真男人的意志。在和塞纽尔进行了男人的对决中，两人默契的互不躲闪，拳拳到肉。塞纽尔在使用必杀技未能击败弗兰奇后，便坦然认输，站立接招。弗兰奇将其击败后，也是帮塞纽尔抹去了眼泪，说以后有机会再喝酒叙旧。弗兰奇的变态本来就已经很耀眼了，但是更熠熠生辉的是他俩之间的承诺和共情。布鲁克，老顽童，作为草帽团里最年长的，本以为草帽团里多了个爷爷，实际上又多了一个儿童，一把老骨头了，但身手挺灵活，还有很多奇特方便的小技能，甚至有时候带点不正经的猥琐。毕竟能和路飞有共同语言并加密通话的人，能老到哪儿去呢？慎平，老实鱼。慎平的各种资历可以说是草帽团里最雄厚的了。以前还疑惑慎平的老大架子能不能融入草帽团，不过实际上慎平的老实呆萌的性格，顶上战争的时候就有点暴露了。而且慎平的反射弧有点长，很多事情上来他会很懵逼，遇到伙伴吐槽自己的时候也不会顶嘴。在山治因为慎平赏金高过自己而变成柠檬精的时候，慎平还问索隆：“哎，怎么事儿？山治这咋啦？”慎平是真不知道，但显然这对山治的侮辱性更强了，就比较搞笑。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端着的性格，但当真的遇到值得信任、无敌可靠的伙伴的时候，大家真实的性格自然而然就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了。草帽团非能力者适合吃哪些恶魔果实？恶魔果实吃下后可以让人立刻拥有相对应的神奇能力。草帽一伙现在有路飞、罗宾、乔巴、布鲁克4名能力者，那其他人又适合拥有哪种能力呢？弗兰奇，瓦布尔的吞吞果实。热爱合体和改造的弗兰奇就适合吃这种身为一个人太羞耻的果实。有了吞吞果实，弗兰奇真的就能实现草帽团巨型大皇帝的梦想了，集伙伴之所长，合体成一个人。这可是现在总悬赏大几十亿的超级战士，直接无敌。但是罗宾肯定会第3次拒绝。然后就是巴雷特的合体果实，合体果实可以将废品重新排列，组成新的武器。觉醒后可以在超大范围内制造武器和铠甲，并归于自身。血肉苦弱，机械飞升，非常贴合弗兰奇的追求。SBS 里给的是 Baby Five 的武器果实，武器果实就比较直接了，全身上下都可以直接变成武器。乌索普，因为乌索普本身就有超远的见闻色和精准的狙击能力，所以拔拔果实和瞪瞪果实其实对乌索普的加成不是很多。更适合乌索普的可以是邦迪沃尔德的默默果实。默默果实能让自己的移动速度大幅增加，走位风骚，也能将接触到的物体的速度、力量、体积、重量成倍增长，最高可达100倍。乌索普可以用于强化自己的各种弹药，比如可以吞掉一座岛的食人花，可以在8000步下的船，最难躲避的子弹，甚至是能吓死凯多的乌索普铁锤，很不错。SBS 里给的是白胡子海贼团6番队队长的口袋果实，简直就是哆啦 A 梦，适合乌索普放他的稀奇古怪的发明和弹药。娜美，德索罗的晶晶果实，毕竟可以控制黄金，只要是看到的黄金，那都可以收为己有。除了这个，还有警卫们的夫妇果实，这样就不用跟人砍价买衣服了。娜美应该是很想拥有这样的能力。自然系果实也 OK， 配合娜美现有的宙斯，以及可以制造风雨雷云雪的天后棒。作为胆小组的一员，娜美待在后排也可以，适合贝洛贝蒂的鼓舞果实，在后方摇旗给路飞他们家全套增益 buff。SBS 里给的是艾尼路的响雷果实，还是术业有专攻嘛？响雷果实如果可以让娜美的雷电更厉害，那也不错。山治对恶魔果实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但宁愿永远不会游泳，他打小最想要的也是透明果实。另外，黄猿的闪闪果实，因为山治有恶魔风脚和魔神风脚，想变得更灵活，闪闪和光速踢是绝配。长面包的吃果实，这颗果实可以将世间万物变成食物。草帽团最大的开支应该就是伙食费了，能省下不少钱。主要是山治一天天给大家做吃的，路飞一天至少5顿，有了吃果实，山治至少能轻松点。SBS 里给的是塞纽尔的游泳果实，给的理由依然是恶趣味，他可以在地面和墙上游泳，而且无视墙壁，用这个能力做不可描述的那些事儿。索隆呢？索隆已经向世界第一大剑豪更加迈进了一步，快斩果实完全不需要，索隆倒是适合门门果实。本来想着索隆用门门果实可以避免路痴，但是一想也不对，索隆有了门门果实，怕是会越走越远。那样的话，索隆有了门门果实，应该会很快找到拉夫德鲁。SBS 里给的是凯多的鱼鱼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不过尾田表示，索隆的刀如果是吃的凯多的果实的话，那一定会酷到爆。一想索隆的刀的拟人化，还是算了，很惊喜，但应该不会很帅。慎平不需要吃果实，不然慎平变成杰克那样的不会游泳的躺平鱼人就尴尬了。还有就是留下慎平当捞尸人员，一个海流过肩摔全捞上来，效率拉满。所以 SBS 里也没有给慎平安排什么果实。不过话说回来，一些恶魔果实可以让他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有强化，但相比这些强化，这几个人并没有这个意愿。
索隆要靠自身努力，山治弗兰奇本身对恶魔果实没有兴趣，娜美乌索普也一直专注自己的技能，放在2年前吃果实还可以，不过他们现在靠自己的努力，一样可以变得比果实能力者更强了。真正的海贼和非主流海贼，海贼居然做好事儿，我都要吐了。这是来自口嫌体正直的罗的官方吐槽。确实，如果多几个草帽这样的海贼团，海军干脆原地解散算了，或者归属草帽团。因为像波克穆斯提议让大妈团归属草帽团这种事儿，路飞不是没干过。路飞这一路深得民心不说，办事效率比海军高多了。虽然真正意义上的海贼大部分就是为了财富，或者是为了势力，毕竟海贼自打出现以来就没有义务成为替天行道的大良民。但以冒险为主导精神的草帽一伙，在海贼里算是一股清流，更像是一帮公子哥、千金小姐出海体验生活。空岛那一次，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偷财宝，草帽团以为自己干了什么会被追杀的事情，兜着黄金就玩命了跑，高兴得不得了，吓得也够呛。结果这其实只是他们应得的冰山一角，因为空岛人本来还准备送个黄金柱来着，黄金在那个地方并不高级，所以逗逼非主流海贼团做事情也是如此逗逼非主流。毕竟大海如此广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不是所有出海的人都只是喜欢当海贼，所以就出现了目的、风格迥异的海贼们。就鹰眼这样的定性为海贼，却干着种地看豹，没事就出来溜达的事情。出海当海贼只是为了追星的巴托洛米奥，出海为了寻求真爱的罗拉，纯属无聊好奇的玉田，只想收儿子女儿的白胡子等等等等。当然也有很多一直坚持本职工作，真的是一心一意当海贼的。对比以下专心当海贼的这些人，前面那些人的境界就实在太高了。比如别的不管，一心想要找宝藏的巴基，他要是能把对藏宝图的一半热情用到找拉夫德鲁上，就巴基这运气，他的巴基速递公司早就能在伟大航路的尽头开业了，并在那里发现索隆在更早之前丢下的酒瓶。还有个黑胡子，看他的发家致富史就知道，只要是海贼该干的那些事儿，绝对一件都少不了。手段、计谋、野心、性格这一系列，堪称是真正海贼里的模范海贼。毕竟路飞一路锄强扶弱，广交好友，现在像黑胡子这样的敬业的海贼已经不多了。不同于上两个，明哥也是干着真海贼的事情，但手段升华了，是个精明的海贼商人综合体。本来明哥一开始就是正儿八经当海贼的，但是发现相比于明面上让人家追着跑，做地下生意可真香啊！勾搭上凯撒、凯多，绑架走私人贩子、人造果实军火商，庞大的商业帝国触及各个领域，再加上有七武海这个护身符，这玩意不比被贺中将追得东躲西藏香。然而这种事情上了道就很难收手了，所以现在明哥吃上了比那更香的深海大监狱的牢饭。海贼王里一看就是一家人系列，蒙奇蒂家族，路飞和爷爷卡普身上的共同点格外明显，性格直率，直言不讳，正经的时候很正经，沙雕的时候特沙雕，上一秒还在吵架互怼，下一秒就能同时一起睡过去。这种神奇的相处方式，外加路飞显赫身世的曝光，当时直接震惊所有人一整年。这种吵着架能睡着，吃着饭能睡着的特点，还发生在艾斯身上。虽然艾斯和卡普并不是血亲，但卡普和路飞都有能把人给带歪的神奇属性，所以艾斯身上都能看到蒙奇家族的影子。至于卡普儿子龙目前登场次数不是很多，不过看起来应该也有逗逼的一面。而且现在只要一看龙脸上的那个图腾，就会想到卡普爱织拖鞋拍的梗，实在太搞了。以及卡普、路飞、艾斯挖鼻屎的动作和神态居然极其相似，这一家子人除了没一个是让卡普能省点心的这一点之外，其他方面倒是有一家人整整齐齐的特点。第二个，文斯莫克家族，一家人的圈圈眉，这组强大的基因加上洗剪吹的发型，有很强的家族标志性，而且都是往一边卷，眉毛这东西也能顺拐。不同的是，山治的卷眉顺拐方向是跟兄弟和姐姐相反的。还有文斯莫克四兄弟色批状态下的画风出奇的一致，果然一看就是亲兄弟。因为这两个明显的特点，这也难怪一开始所有人都把永志认成了山治。不过呢，虽然老色批这一点是家族属性，但除了山治富有感情，其他兄弟几个并不会对女士有什么礼貌的态度。这些不同因素也都是血统因子改造带来的结果。第三，耶稣布一家，乌索普可以说是耶稣布和班奇娜的综合体，而且特征很明显，一看就是亲生的。乌索普的头发、嘴唇更像老爹耶稣布，而鼻子完全是遗传他妈妈。软件方面，耶稣布是四皇红发身边的重要战力，担任狙击手职位。射术方面的天赋，乌索普自然就是遗传他老爸耶稣布了。第四，贝基气风一家，
挂着黑帮老大身份的卡彭贝基也早已成了一名宠妻狂魔、优秀奶爸了。贝基的儿子一看就知道是亲生的，发色是妈妈气疯的粉色，但是儿子的胡茬是认真的吗？这孩子还在吃奶啊！这个年纪就有了酷似老爸贝基的胡茬，天生不凡，奶嘴还配了个贝基同款的雪茄形状的，看来以后成为下一代教父是没跑了。索隆启明果实觉醒的境界，随着索隆新技能鬼泣九刀流阿修罗拔剑王者系的亮相，索隆的技能达到了50个之多，加上其他一些合体技，技能数量有50多个，而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虽然数量有很多了，但每当索隆喊出新的技能名字，还是都会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起名字的素材简直无穷无尽，而且质量都很高，也就有了索隆的智商都用在了起名字上这个梗，所以就有了起名果实。索隆虽不会被大海所抛弃，但会被大地所抛弃。索隆的技能名字往往霸气奢华又有内涵的感觉，耳熟能详，属实妙哉。如果只是会起很酷的名字，当然还不能到所谓的觉醒的地步。索隆的技能名里往往还有其他含义。第一类表面上很霸气，其实是搞笑的谐音梗，比如索隆的3刀流鬼斩系列。这个奥尼基利拆开逐字翻译是鬼奥尼斩基利这么一层意思，连起来就是鬼斩。而奥尼基利本身就是饭团的意思，不光是因为索隆喜欢吃饭团，据说还是因为开局给他送饭团吃的那个小女孩的缘故，索隆心怀感恩，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而且还很逗逼的谐音成了鬼斩。夜美魔夜不眠鬼斩是虾仁蛋黄酱饭团的谐音，烧鬼斩也就是烤饭团。所以这些名字虽有很霸气的理解，但也可以理解成其实索隆每次用鬼斩都是喊的3刀流饭团，这就很搞了。还有其他一些技能是跟寿司有关的，二斩和寿司的那种饭团尼基利也是谐音，二斩灯笼是金枪鱼寿司，二斩沙文是鲑鱼，也就是三文鱼寿司等等。只要是2刀流的二斩系列全是和寿司有关，简直就是日料菜谱，只不过用很霸气的谐音掩盖了自己是个资深吃货的属性。第二类是更霸气的技能，融入了佛教文化，比如6道，六道分别是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索隆的鬼泣9刀流阿修罗系列这个前缀属于修罗道这一类，以及1009话里斩碎普罗米修斯的3刀流奥义6道之时，最早出现于2年后去往愚人岛的途中。最有名的还是3刀流奥义3000世界和1大3000大千世界，也是佛教用语，加上放技能之前的那一段诗朗诵，简直是把索隆启明果实觉醒的境界体现的淋漓尽致。另外，路飞4档技能多以猿、狮子、犀牛、蛇等动物命名，索隆的技能也包含动物元素，更像是海纳百川，文化交融于此的境界。比如1刀流居合狮子哥哥系列，2刀流鹰波，2刀流吸回，3刀流虎兽，3刀流1刚利罗、2刚利罗、2刚利闪等等。刚利罗也就是 Gorilla 大猩猩的意思。这还只是索隆一部分技能的含义，还有一些神话传说等其他文化，所以索隆的启明果实名不虚传，果然牛批。海贼王里的那些同盟关系，在新世界混凭的不光是个人能力、团队实力，还得会抱团作战，也就是2个或者多个海贼团，又或是和其他势力组成的同盟关系。在新世界抱团已经成了一个大趋势了，目前相当成功的结盟案例就是罗路同盟了。因为罗先是对路飞有救命之恩，所以路飞对罗也是相当信任和热情。在伙伴们对罗还不放心的时候，路飞则是毫无半点怀疑。当然路飞最后也成功把罗给带歪了，两人在新世界一路中推，活捉凯撒，打败明哥。现在顺藤摸瓜，即将要把凯撒、明哥、凯多这一条龙犯罪团伙整个连根拔起。最开始罗扳倒4皇的远大宏伟目标也已经快要实现了。在罗路同盟这段时间里，罗完成了复仇，路飞打败了明哥，赏金提升，组建了草帽大船团。路飞等于是意外收获了一大批非常有潜力的盟友和小迷弟，他们未来会完成一件更能震惊世界的事情。所以由罗路同盟引发的这些事件，互惠互利，互相成长，好感度加深，可谓双赢。目前和之国罗路同盟已经升级成了罗路基同盟，在外面一圈呢，还有一层和毛皮族、赤鞘武士的一层同盟关系。而毛皮族和光月一族本来就是同盟关系，就会发现这整个大联盟里面还能再分出同盟关系，一环一环的。说巧不巧的，和之国大战说白了就是一个联盟打另一个联盟，就看谁马来的人更狠。之前3个海贼团的5个资深超新星联手对抗凯妈同盟，凯妈双4皇同盟，一个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疯婆子，一个远近闻名的酒蒙子，
听起来都挺唬人的。但是现在看来，大妈这不是来结盟的，这明显是来卖萌的。因为大妈疯婆子属性，她才不管结的什么盟，不高兴了或者惹她不高兴了，谁来都照锤不误。而大妈现在这是嫌鬼岛还不够乱啊！大妈、娜美、乌尔提这3个人纠缠在一起，头铁姐姐乌尔提还扬言要1打2。路飞一个人在上面，好歹是队友都帮到位了。凯多被轮完之后，一个人孤苦伶仃在上面，现在谁郁闷都没凯多郁闷啊。罗路同盟是成功的，凯妈是没默契的，那基德、阿普、霍金斯则是最不着调的同盟。他们的目标同样是讨伐4皇，但是阿普是来卧底的，霍金斯是来凑热闹的，基德海贼团被坑惨了。这个同盟现场结盟，现场散。事实证明，罗路同盟寓意了多个朋友多条路，那凯多基德就寓意了选错朋友也可能会多个坑。海贼同盟看一看，路飞手下占一半。路飞不仅爱开宴会，还爱结盟，就是喜欢热闹。2年前跟老沙、慎平、伊万、巴基、闪电他们那种也算。后来在左屋出了一个忍者、海贼、毛皮族、武士同盟，简单粗暴，这名一看就是路飞起的。因为当时路飞、乔巴、乌索普听到了雷藏是个忍者，激动的不行了，也间接带的索隆和罗也暴露了天性，所以一伙人达成了这个很有联动意义的同盟。这也是尾田当时祝贺火影疾风传完结的小插曲。后来在蛋糕岛和贝基的火焰坦克海贼团又达成了暗杀大妈的联盟。总之，路飞组的这些同盟不能说是每战必胜，但至少都掀起了不小的风浪，堪称是开宴会和结盟的高手。除了海贼们互相结盟外，还有比较特殊的罗杰海贼团和卡普的海军团暂时联手，击败洛克斯海贼团。海军和海贼联手，这也不是最后一次。还有罗路同盟和G5支部的海军暂时同盟对付凯撒集团。至于离职后的青雉和黑胡子合作，因为青雉不是挂着海军的名号去的，所以其目的现在还是个谜。乌索普肉装 AD 名不虚传，在战斗中，路飞、索隆、山治承担了大量战斗任务。不过还有一个人，不管战斗还是生活上，都承担了他一个射手本不该承受的巨额伤害，那就是乌索普。乌索普一飞冲天，被捧上神坛，觉醒超远见闻色的背后，他的鼻子记录了他一路的血泪史。论体格体质，陆索山吊打乌索普10条街，但乌索普就凭借不如他们的身板，屡次创造了血条奇迹。在阿拉巴斯坦，草帽一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战。乌索普和乔巴要对付妹死圣诞节和梅斯特4以及他的那个腊肠狗炮，结果那2个人偏爱于集火乌索普。乌索普挨了炮轰还是小事儿，主要是结结实实的挨了梅斯特4的一棍。他那棒球棍有4吨重，加上他的蛮力，抡到身上可不是开玩笑的。乌索普鼻子直接粉碎性骨折，头盖骨碎裂，牙齿被打掉，基本废了。但乌索普和脑力强化的乔巴智商占了优势。乌索普封烟剥夺敌方视野，配合乔巴把妹死圣诞节挖出来了，让迟钝的梅斯特4误伤友军。接着乌索普用乔巴当炮台，彻底击垮了他俩。打赢后，乌索普都回光返照了，全身上下的骨头就没有一块是好的。乔巴对乌索普紧急医治，变成木乃伊的乌索普本以为之后就能缓一缓了吧，不料在宋薇薇去钟楼灭炸弹引线的时候，娜美急中生智，用天后棒的功能抓住当下，一击命中，将乌索普崩上去了。看似意外，其实娜美这是当时被天后棒耍得心态爆炸时，暗暗埋下的复仇的种子。在动画原创剧情中，山治、索隆、弗兰奇同样用了类似的空中接力，将乌索普用到了极致，显得非常合情合理。在水之都，大伙换了3亿贝利，是准备用来修梅利号的钱，但有2亿被弗兰奇家族给抢了。乌索普上门要钱，惨被弗兰奇暴打了一顿，鼻子又骨折了，血流满面，重伤不起，曝尸街头。紧接着又因为梅利号的事情跟路飞大打出手。不过乌索普挨的毒打也没算白挨吧，弗兰奇因为乌索普才有了后来的转变。弗兰奇也下定决心，将用那2亿买来的宝树亚当为草帽一伙造出桑尼号，后来又带技术入伙，算是给大家赔礼道歉了。期间在司法岛，乌索普被迫跟索隆一起对抗 CP9 上流战力卡库和加布拉，被轮流暴打。司法塔上给弗兰奇送钥匙，被摧残到摇摇欲坠的塔被海军轰塌了，乌索普从高处坠落，以至于司法岛最后乌索普又落了个全身骨折，只能被索隆和山治抬着跑。恐怖3维帆船在和佩罗娜玩捉迷藏的时候，被佩罗娜的幽灵分身戏耍，库马西把乌索普摁在地上暴打。要说2年前索隆血条没满过，那乌索普鼻子就没痊愈过，还挨了佩罗娜的一串幽灵炸弹，又是炸到鼻子骨折，全身受伤。不过这一顿打似乎也把乌索普打醒了，抓到了佩罗娜的真身，并将其击败。在德岛被托雷波尔抓住并暴打一顿，鼻子骨折，全身重伤。但好巧不巧的，被砂糖反向喂了辣椒葡萄后，将明哥的统治根基砂糖吓晕。乌索普被捧上神坛，成了神乌索普，还被巨人海尔丁扯起来高高举起。重伤的乌索普有苦说不出，没死在敌人手上，差点死在自己人手上。
在鬼岛，润提的头锤之力，只有路飞这种专业头锤选手才能与之对抗，而乌索普毫无防备，结结实实吃了润提一记凶狠的头锤，再现了阿拉巴斯坦的场面，鼻子粉碎，头骨碎裂。所以乌索普表面上被捧上神坛，觉醒超远见闻色，逆转战局，绝境之神，气得明哥自掏腰包悬赏5亿，背后作为射手却承受了肉盾级别的伤害。但乌索普依旧稳定发力，向着成为一个勇敢的海上战士，这个朴实无华但无比励志的梦想前进着。海贼王里的那些装死骚操作，在高手如云的海贼世界，除了正面硬刚，学会装死也是一项简单实用的技能。不过如何以假乱真，瞒天过海，却也是一门技术活。在香波地，一群超新星想从和平主义者手里突围，身为罗的航海士贝波熊和机器熊过了2招。不过可爱的贝宝血肉之躯难挡钢铁之躯，一顿凶狠的操作之后，伤敌50，自损8000。眼看呢就要被机器熊给 KO 了，贝宝还趁着没人注意他，身板一躺，舌头一吐，原地装死，表面看似镇定，实则内心慌的一批。不过这骚操作还真就把机器熊给看愣了，再加上当时海贼海军一片混战，成功脱险，动作之娴熟，一气呵成，一看就是屡试不爽的高手。毛皮族除了与生俱来的可爱，似乎原地装死也是自带的天赋。除了贝波，兔兔加洛特也是装的可爱。当时娜美一伙人来救和四皇大妈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的布鲁克，两人睡的那是一大一小2个泡，骨头老公怀中抱，几个人一个一个上，皆是被各种劝退。加洛特呢，差点把大妈的鼻涕泡给碰破了，手忙脚乱吵醒了宙斯，机智的兔子直接伪装成了超级可爱的兔子玩偶，睡得迷迷糊糊的憨憨宙斯还信以为真，转而继续睡了，有惊无险，没有吵醒大妈。要说装死的高手，一定不能少了乌索普。2年前的乌索普因为极度胆小，除了不能登岛的病这些疑难杂症，其次就是装死，以至于包里经常装有番茄酱，遇事不慌先撒一滴酱，细节做到位，躲过去之后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乌索普在乔巴面前装死，还要立什么遗嘱，让乔巴继承自己的蚂蚁花呗什么的，极其好骗的乔巴已经忘记了乌索普是出了名刀的肉装 AD 啊，在旁边嗷嗷一顿哭。之后又跟牙蛙海贼团的船医老头打，两人菜鸡互啄，但是都是骗人装死的高手，不管谁被对方打中都会倒在地上装，在对方掉以轻心之后爬起来就是一拳，然后两人就是装死爬起来打，装死爬起来打，循环往复。如果以上几个人境界还不够高，那论装死的最高境界一定是布鲁克。哦不，他这不叫装死，因为他本就是个死人，准确的说应该是肉体已经死了，但灵魂还活着。因为布鲁克天生这方面的优势，根本就不需要装，直接地上一躺，就没人觉得他是活的。在很多不知情的敌人面前，伙伴们都被刷了，布鲁克总能莫名其妙逃过一劫，而且他的头和身子还能分离，表面上看呢，绝对是死透了，危难关头蒙混过关，简直就是保命神器。鬼岛一战，草帽一伙的战绩和收获。鬼岛大战已经进入1、2、3把手对位的终极决战阶段，这场战斗双方兵力总数达到3万余人，虽然论咖位还是顶上战争的大佬多，但关键这场战斗是草帽一伙整整齐齐的来打的这场架，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场面了。其中及时平安归来的盛平表现得强悍且轻松，开局没多久一个过肩摔，配合罗宾将四皇大妈送出门外，在护送路飞去楼顶期间，独自留在城堡第4层对位凌空六子福兹福。福兹福赏金5亿4600万，在凌空六子里属于 C 位，称自己的实力不输罗布路奇。其实盛平打福兹福还是很轻松的，总共也没过几招，中间盛平还故意演了2招，等福兹福把太阳神尼卡的信息说完，战斗以盛平一招鬼瓦正拳怼脸结束。弗兰奇霸气机车入场，贴脸怒怼四皇，后再掩护大和小忍逃至撤退后，对位上凌空六子提木，提木赏金4亿7200万，比9400万的弗兰奇高很多。三角龙形态的提木也是逗逼技能一大堆，脖子上的警盾能旋转螺旋升天，配刀之上还有刀片，可以秒变电钻。弹丸角龙没控制好方向，想往前冲却挂了倒挡，场面非常尴尬。不过最后那一下冲击力非常可观，能把弗兰奇将军给撞到部分损坏。不过费了这么大劲，还是被弗兰奇本身的镭射击败。娜美、乌索普全场基本都在游走，准确的说是轮流被润提、佩吉万和大妈等等各种怪物撵着跑了一路。但娜美这一波非常赚，大妈抛弃了宙斯，娜美终于真正的喜提宙斯。宙斯让娜美给自己起个新名字，娜美脱口而出棉花，宙斯丝毫没有犹豫，说算了，当我没说吧。宙斯和天后棒完美融合，不仅可以变成像狼牙棒一样的武器，雷电的威力丝毫不减。经过多轮的纠缠，娜美最终用可以锁定追踪目标的宙斯击败悬赏4亿的凌空六子润提。乌索普稳定发力，没有直接对位的对手，但打了一路的金牌辅助。绝境之王不是吹的，是乌索普很早的发现宝皇和他的眼线有广播功能，并默默记下，是乌索普危难关头把人质小玉从润提手上救下来，才给了娜美秒杀润提的机会。
而且当时战场上武士阵营被压制，关键时刻乌索普抓住能广播的保皇，让小玉对那些事先吃了丸子的 Smell 能力者发号施令，大批凯多手下开始倒戈，士气大振，局势开始转变。而且保皇好像也是个萝莉，乌索普萝莉杀手名不虚传。罗宾营救山治，对山治能呼叫他来帮忙感到很高兴，对位悬赏4亿8千万的凌空六子黑色玛利亚，罗宾一开始处于被动局面，后面化身前所未有的恶魔形态，属实惊艳，碾压黑色玛利亚。比战斗更有意义的是罗宾在情感上的升华。罗宾和乔巴有些像，一直被嫌弃为怪物和恶魔之子，这让他们始终活在阴影中。他们本心并不是怪物，也不是恶魔，但正是因为身边有能让他们无所畏惧、无比信任的一群人，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变成怪物和恶魔来保护伙伴们，因为他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在回忆中，罗宾在二嫂那里还学了些愚人空手道。布鲁克在免疫冰鬼第 N 次无敌后，后面基本在给罗宾打下手，给罗宾创造一个没人打扰的单挑环境，后面保护罗宾撤退。但目前 CP0 的人已经开始追捕罗宾了，虽然现在阿普和德雷克在和 CP0 对峙，不过布鲁克应该快到表现的时候了吧。期间乔巴在抗毒前线大显神威，研制出冰鬼解药，医者仁心，挽救众生，大义凛然，掌果奎因，让大批凯多手下倒戈。这波乔巴不管技术还是道义都在大气层，用医术开瑞了全场。路飞这边，和之国开局雷鸣八卦运一次，人兽凯多一棒引奈落运一次，后来坠落鬼岛运一次，但没开3度后，凯多发现路飞每运一次都会变强，路飞对霸王色缠绕的掌握越来越成熟，和凯多对撞阵列云层，路飞坐实5皇之位。索隆勇挡双4黄合体技，9刀流砍伤凯多，神秘气魄让凯多侧目，注射副作用强的应急药物后，继续对位百兽2把手劲，现在正和劲在骷髅头外单练，种种原因还是打不过劲。不过炎魔似乎还有更强的威力没用出来，期待索隆之后的操作。山治后程发力，觉醒血统因子，外骨骼体质，刀枪不入，踩爆了战斗服。在没有战斗服的情况下，山治也可以做到隐身效果。进入状态的山治直接战斗力拉满，只是希望山治的情感别被吉尔玛科技弄出啥后遗症。另外，现在大河也算是半个草帽团成员，不管最后能不能上传，大河是和马尔科、小玉并列的 MVP 级别辅助，其他伙伴是用命换的，大河真的就是纯白给的，而且一路上积极配合草帽一伙，甚至在路飞坠落鬼岛后，一人去单挑自己的老爹凯多拖时间，现在又去紧急处理鬼岛底部的火药了。虽然经常调侃大河是个中二少女，大孝子笑死凯多，但不得不说，大河真的是沙雕勇敢又强悍呀。之后草帽团会对抗黑胡子和世界政府，只会更艰难。大河加入确实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总之，鬼岛一战残酷激烈，但草帽团不管在战斗意志还是伙伴情谊上都突破了自我，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战斗之后，就如索隆山治说的，等拿下这场战斗，应该就能看到路飞成为海贼王的样子了吧。乌索普是个神人，一个能把吹过的牛批挨个实现，本身就可以称之为神奇。但是乌索普的神奇还远不止于此。首先就是乌索普的悬赏经历，那可以说是非常奇特了。早在路飞打败阿龙第一次被悬赏3000万的时候，虽然除了路飞，其他人没有被正式悬赏，但是乌索普却不知不觉蹭到了路飞的悬赏令，一个后脑勺的戏份，馋的山治嘴一撅，非常不服气。而乌索普这个神奇的后脑勺，从路飞的3000万版本一直跟到顶上战争后的4亿版本，因为用的是一张照片，所以共计4张全都有乌索普的后脑勺。别人买房能增值，收藏古董能增值，乌索普是有一个能增值的后脑勺，属实硬核。在司法岛后，乌索普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悬赏令，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悬赏的狙击王。所以德岛封神一战后，乌索普也成了同时拥有2张完全不同身份、不同名字的悬赏令的男人。打完明哥，乌索普的赏金从3000万直接飙升到2亿。要知道，路飞后来从5亿到15亿，翻了3倍，这已经很哇塞了。乌索普这次直接翻了约6.6667倍，倍数傲视群雄，着实666。另外，乌索普因为靠着表情包打乱了明哥全盘计划，被明哥单独列出来悬赏5亿，比当时路飞的3亿还要高。虽然这并不是官方悬赏，但是说明明哥对这个长鼻子痛恨的程度要高于路飞，而且秉承着恶心死敌人手下的 bug， 自己就是 bug 中的 bug 的战斗原则，制裁最棘手的敌人，确实也是巫神最拿手的。在小花园，三哥把索隆、娜美、薇薇给控住了，一度以为胜券在握，但是乌索普机智的想到了用高温和火克制三哥的蜡烛，最后成功融化了让草帽团陷入困境的蜡烛蛋糕。在司法岛超远距离狙击，海军的小步枪因为射程有限还还不了手，不光是把海军给整懵逼了，还直接送了个钥匙快递，配合弗兰奇完成了解救罗宾的关键一步。后来又吓懵了差点把草帽一伙团灭的佩罗娜，乌索普这是开局疯狂跑路，转身一战封神，这事儿放在他身上可谓是家常便饭，这一看就是玩曲线救国的高手。一套海楼石把牛皮轰轰还想跑路的凯撒从天上甩了下来，
这是活捉了明哥的商业根基，先后2次吓晕了明哥的统治根基砂糖，其中1次被封神还喜提8000部下，第2次在线觉醒见闻色，也救了差点被砂糖变成玩具的路飞和罗。所以明哥是真的想亲手掐死乌索普，能用硬核运气废了巴卡拉的果实运气，卧薪尝胆报废了巴雷特的机甲，助路飞一臂之力打败巴雷特。胆小归胆小，但是神助攻这一块乌索普是拿捏的死死的。每当战局陷入绝境，总会有一个有着长鼻子的身影站出来，充当关键的 X 因素。毕竟顺风橡胶逆境刀，绝境全靠射手骚，这句话不开玩笑。乌索普用奇特发明帮助伙伴们。大神给伙伴们发明过很多东西，代表作就是娜美的天后棒。虽然刚开始把娜美给坑麻了，不过从阿拉巴斯坦时期天后棒 1.0， 司法岛时期天后棒 2.0， 佐乌时期天后棒 4.0， 这3个版本乌索普都参与了。越来越智能的天后棒少不了乌索普的帮助，只是乌索普一跟娜美要辛苦费，娜美就溜了溜了。此外，再加上娜美的灵活运用和弗兰奇的协助改造，现在融合了宙斯的天后棒 5.0， 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而成熟的武器了。与弗兰奇的发明风格不一路，乌索普虽不是科班出身，但靠着自己古灵精怪的脑回路，往往会搞出看起来扯淡，但关键时刻还真有用的小玩意儿。乌索普铁锤分为5吨版、10吨版、100吨版。5吨版是俩平底锅，能折叠的金属支架，若干黑色胶布，就是纸糊的吓人道具，真实重量2公斤。10吨版的外面是个大气球，接触敌人的时候将气球刺破，达到惊吓效果。这东西也帮了他自己和伙伴的大忙，曾经吓懵逼过 Mist 4，乌索普都难以置信这玩意儿不会真的有用吧。其实主要是 Mist 4除了打棒球外，对其他事情反应异常迟钝而已。在让3大主力都吃瘪的佩罗娜面前，乌索普用蟑螂星和10吨铁锤将其吓晕，搞定了这个非常 bug 的萝莉。对付 bug 就要用不同寻常的鬼点子，这一点乌索普深有体会。乌索普潜水服上空岛之前，草帽一伙打捞沉船的时候，乌索普就地取材制作了潜水服，看起来很简陋，不过密封性、空气供给管、传声筒、回收装置什么的都是一应俱全，可见即使材料有限，也难不倒乌索普。乌索普名字的由来是很多人在荡绳子的时候会出现反祖式怪叫。这是一个会弹出伸缩钩爪的腰带，可以用它来实现远距离移动，空岛篇中使用过，和路飞的橡胶弹弓差不多。虽然平平无奇，但在乌索普的手中成了绝境神器，在乌索普和山治爬上艾尼路的方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2人成功救下娜美，才有了后来娜美带路飞去打艾尼路的操作。之后乌索普再次用这个道具救下了山治。之后乌索普换来很多空岛背后，还要把索隆的刀改造成味觉之刀，就是可以储存释放各种气味的刀，听起来挺奇葩，不过索隆当然没有答应。乌索普章鱼鞋拥有较强吸附力的攀爬工具，爬艾尼路方舟时使用过，然后就是在海上列车上救罗宾，利用章鱼鞋偷偷潜入了关押罗宾的车厢里。乌索普伙伴头像，冰火岛时期，山治、娜美、乔巴、弗兰奇被罗给换了身体，乌索普给伙伴们临时制作了 Q 版头像牌，用于区分。僵尸浇花器，罗宾喜欢养花，乌索普送给罗宾这样一个僵尸水壶，非常贴心的迎合了罗宾奇特的审美，反正是收获了罗宾的喜爱和赞美。但凡浇花的场景，罗宾都在用它，可以说是爱不释手了。乌索普吓死你不偿命鬼脸，根据砂糖的弱点，与勘十郎合作研发的实体表情包，通过推进装置和关键时刻觉醒的见闻色，将其送至砂糖面前，再次将砂糖吓晕，挽救了路飞和罗，也改变了之后的战场局势。不愧是绝境之神，萝莉杀手。乌索普啥都会一点，而且往往出其不意，即使用一些奇思妙想，也能够在绝境中帮助伙伴完成华丽的逆转。